The Touch， 钢丝密友心中永远的经典曲目。今天它的主角来了 ，SS86 是一个编号，是一个年份，更是一杯钢丝心中永远的痛。1986年变形金刚 G1 时代最经典的动画大电影，它主打了一个玩具市场需要更新换代呀，就让大哥擎天柱在这里牺牲了。但是他的人物刻画却在这里得到了升华，直至后面的几十年里，一提到这部电影，都是大哥 carry 的画面，而且。我们在体验万众期待的新品给我们带来的儿时回忆之余，还要重温86年这部经典之作。还有，真心感谢今天的赞助商京东超市潮玩节，我们将携手为大家带来 SS86 全部产品人物，作为致敬这部经典的最长的彩蛋。Till all are one。出河之后，我就知道 SS86 线群龙无首的时代结束了。我相信你们在把玩一段时间后，都能挑出一些小毛病，玩具嘛。但是刚拿到手的一瞬间，新玩家一定会惊喜，老玩家一定会感动。MP44 还原的是 G1 TV 动画，而 G1 动画那么多画师飞檐走壁，他自己跟自己的都不还原。86大电影不一样，制作方东映严格按照固定的设计稿进行创作，那么这个身材比例。熟悉老电影的迷友绝对不会质疑它的还原性。人形先看车头，头雕绝对经得住观赏。耳朵的可动是为后期的变形。建国如果拥有这种可动耳朵，就不会被射伤。脖子呢，并没有像第一周擎天柱有一些隆起，但实物并不影响美观，只是上下可动的范围有限了。那么刚拿到实物，看到大哥的这个胸部啊，就想狠狠的捏一下官图师傅的大胯。实物并不是一块娇嫩的这个蓝漆啊，人家在前面还是做了透明件，体现车床的质感和层次。打开之后呢，还原了动画中能源宝的盖板啊，看得我好想伸个线。打开盖板就是86线的能源宝刻画，和之前作品通天响的一样，内部的电路也被刻画了出来。看到这里呢，电影中的擎天柱托孤的场景就历历在目了。大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说出了代表整个汽车人精神的传世经典台词，直到今天，还有让人泪流满面的力量。能源宝的力量，照亮我们最黑暗的时刻。万众一心。咱们年轻的迷友啊，可能不一定能理解像我们这种老人对这款产品的期待。怎么说啊？就是等你岁数大了，等所有的人都依靠你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起属于你的童年大哥。胸腹腰线的刻画清晰明朗，滴滴兜兜的老记忆风味啊，能平转的不能含胸卷腹，大臂平举、上抬、翻转，这些是个柱子他都能做好，没啥可说的。肩展让人惊喜，掰开一小段向前的幅度就能把老魏抡死。哎呦我，架死对他！他在反映的这个后手扣脑呢，我能接受，毕竟他照顾变形啊，并也没有特别难看。但是有没有人觉得这个手小了呀？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影响大哥沉稳可靠的形体语言，这是苍手变形结构留下的遗憾。那么由于变形结构啊，对人形留下的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个背部了。说实话，这个变形挺精彩的啊，一会儿我们演示。但是设计师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就像我们这样的死忠啊，对于这款特殊意义的藏品，就我们的期待有没有可能对于形象的还原度要高于对变形的炫技呢？因为就是以后啊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可能官方都不会再有这种特殊意义的擎天柱了。OK， 那么小缺点说完了啊，剩下的都他妈是精彩。这条美腿就是我今年百玩不厌峡谷柔肠之大腿，它绷直后微微内倾的这个角度啊，就是擎天柱标志性的下体特征，也是80年代机器人下肢的审美标杆啊。如果国模在80年代崛起，那么抄的全都是这种造型，就没有 C 的什么事儿了。传统的裙甲设计，上踢、侧踢、后踢，主打一个没有齿轮关节，虽然少了这个解压的声音，但是它贼紧，它没有虚位。C 级它不敢透胶，只是有些螺丝孔它不太礼貌，接地没有问题，脚掌还可以下翻，让腾空姿势更好看。这款下体的变形绝对比 MP44 更流畅、更工整，比地出更丰富、更他妈精彩啊！受不了了，我现在就变给你们看。
变形设计历经40年的革新，也没有跳脱出最初的框架，这是好事儿。这款的综合体验呢，就是上肢非常的紧凑，非常的工整啊，要严格按照流程来，试错空间并不大。下肢非常的惊喜啊，一改后经典线潦草的设计过程，就变形之后所有的平面非常的平整光滑，宛如少女，所有的切线角度非常的科学舒适，就绝逼有一种让你变一次就好像这个是你设计出来的这种成就感。搭配上车厢，成型色非常稳重，料子厚，没有水纹，孩子用了他还想要。车底的细节刻画在8加线算不错的了，里面可以装载汽车人和一些你的小秘密，大哥会替你保密。小鬼柱做工也不错，同样可以扛起车厢，并没有公差。打开车厢，操作臂还是戴亚克隆遗留的这个风味啊！就是小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大电影里面要是出现这个车厢的内部，哇，太棒了，那就可以悬挂武器及配件。设计师为了纪念大哥出场，特地设置了变形时车底的气流。大哥的这把大枪刻画和涂装都是后经典线难得的品质，插上特效键，来上一个变形金刚40年来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造型吧。毫无疑问，这款作品是40周年里非常重磅的新品，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，褒贬不一。因为真正的钢丝对它实在有太多的期待了。小时候欧美小朋友看这个电影啊，都是嚎哭着走出电影院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做好这个童年偶像离去的心理准备。86的大哥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童年阴影。而对于我们来说，真实的情况啊，是我们小时候其实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，因为在内地没有完整的引进，所以第2季跟第3季衔接的非常突兀。就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擎天柱的死因，我以为他带这帮老伙计去那个宇宙远征去了，就把这个龙头棍就这么交给普电视了。哎呀，这可能也是我们小时候的幸运吧。但多年之后，世人再度回顾这部新老交替的经典，官方力推的新主角并没有担起重任，反而把旧人大哥刻画的入木3分。所以这个刻画不仅代表了 G1 时代最经典的一幕，可能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也难再有了。但是能成为经典的并不只有擎天柱与普天士，无数的角色脱离了 TV 动画简单的露出，充满了戏剧性，带动了剧情。那么接下来，感谢京东超市曹文杰与我们携手带来变形金刚 SS86线已有的全部人物，他们在剧情中表现如何？他们最早的玩具又是怎样？哪款又配得上经典的称号？喜欢哪个？记得弹幕打上想要。3年前的一天，我们忽然在真人电影玩具线上看到一位 G1 动画的老朋友爵士。作为这一系列的开山人物，爵士的人气是有的。擎天柱的副官，日版变形金刚的第2个编号，就是没有大电影这个剧情，搞不好能源宝就传给他了。大电影中也是早早的亮相，还活到了最后，这就说明当年他的G1玩具卖的相当不错呀。就现在看着也挺嘚儿的模具没少过用，但是86线01这款产品，我当年其实觉得表现的中规中矩，膝盖要卡损才能直立，这还挺难接受的。整体呢，并不如后来的赛星爵士，可能人物好感度占分更多吧。接下来就是02号杯子和03号啰嗦，很明显能够看出大电影推出的新生代小强型人物，要比以前的 TV 版老战士们在人物性格刻画上更加的丰富饱满了。经验丰富、爱讲战争故事的老兵，性格急躁又表达缺陷的小青年，为了突出人性化，甚至抛弃了口罩脸啊，全部都是五官的刻画，甚至还有胡子。但是设计师呢，他忽略了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他真的不帅呀。相比早期霸气威猛的变形金刚战士们，他们就更像热心市民。80年代的G1玩具呢，更是让儿童失去了购买的欲望。而 SS86这2款全新的产品也不算惊艳，他们的优势就是价格。那么就在大家并不太看好这个系列的时候，经典的编号04热破诞生了。在大电影中开场就陪伴着丹尼尔，可不白陪。就变形金刚它有一个潜规则，谁陪人类的陪得多陪得好，他就容易上位。你细品，那热破就从陪伴人类的阿飞，到背负压力的少年，再到机智勇敢的战士，最后成为天选之人的首领，足见官方煞费苦心的这个安排，你就觉得他像不像丁真？所以故事略显苍白的热破，并没有受到当时小朋友的青睐。但是当年的G1玩具，它绝对是为数不多的美型的存在。快过去40年了，官方依然给了这个角色最好的安排。SS86热破可以说是在大哥没来之前这条线上最受欢迎的玩具之一。作为一个地级大小的产品，它居然敢不偷胶，人形体态完美，造型还原完美，变形流程完美，就连不玩热破的黄牛也觉得完美。3年过去了，它的价格还翻着倍。编号05瘟疫的出现延续了人形的还原。哇，这头雕，这质感，就是背包影响把玩变形流程设计的不够过瘾。对比一下早期的扫荡队G1啊，那么编号10的扫荡和瘟疫是
是铜模，但是颜色呢要浅一些，更加的漂亮，价格也适中，非常的适合量产。接下来登场的就是86线的神物钢索了。迷友们都知道它在2级市场受欢迎的程度。那么之前钢索的特辑里呢，我们也曾聊过这个憨憨的大智慧，在86电影中上演了全片最霸气的救场。这款玩具人形和龙形都没毛病，变形的流程也非常的顺利，但毕竟原设的非常简单，做到 L 级就显得没有其他战友那么精细了。没办法啊，如果你喜欢86大电影这个系列，这款是绝对不可以缺失的。所以该来的还是来了，兄弟们！感谢京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礼物，最新品的漫画版钢索，用的就是86钢索的素体，最好的平替啊，马上抽奖送给你！想要的兄弟弹幕支持一波。包装封面就是当年漫威元祖漫的封面啊，带有40周年的标志，非常有收藏价值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区别。形体上是完全一样的，其实就是配色变成了漫画版。80年代的美漫有印刷的工艺，采用的都是非常波普的原色撞色，但是这个版本的用料和工艺啊，真的比 SS86 的钢索提升了不少，缩胶、水纹几乎都看不到了，非常的有质感。那么目前这款钢索是京东首发重磅新品，喜欢的话可以在7月26到8月10号参与京东超市潮玩节的活动，打开京东 APP 搜索关键字潮玩节，超多正品稀缺好物参与活动哦，尖货抢新，最新最尖的潮玩手办都在这里了，跨店满减300减40，神券99减10，299减30，七夕节送男友送女友送自己再合适不过。那么大量后面要介绍的 SS86 变形金刚新品都会参与活动了，就去把你种草这些东西都加购物车，活动开始算计好你就一举拿下，扩大一下你的收藏阵容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回到赛博坦的时间线。钢索之后，07号铁渣的出现让大家感觉五龙集齐的可能。在电影中对抗大力神的恐龙们的表现是这样式的、这样式的和这样式的，而铁渣是这样式的，甚至感觉可以和钢索比划比划，这人气总不会差了吧？没想到铁渣在 SS86 线里一度是最便宜的那只龙，因为说实话，铁渣这个造型设计确实一般，玩具变成龙形也并不是特别精彩。从G1时代它的玩具就不够出众，白瞎了这一身力气。08号鲨鱼精有点让我意外惊喜，价格不贵还还原，量产起来没有压力。在86大电影中最吸引孩子的设计就是引入了大量的第三方宇宙势力，由五面怪统治的昆塔星的表现绝对亮眼。行星部队鳄鱼精已经在之前的各个版本中有收录，而鲨鱼精的出场让原本怪诞的星球变得更加的血腥恐怖。好在机器恐龙及时救场，不然真就成童年噩梦了。而作为昆塔莎势力的代表，鳄鱼精是唯一被纳入G1玩具的人物了。为了当年的孩子能够接受，它就被做成了这样。凭借人畜无害的外表，让这款玩具成为了小时候孩子们最不愿意拥有的变形金刚啊！所以看来这款编号为08的鳄鱼精就变得非常出色了。另外，在昆塔莎的奇遇中也引出了第3季能代替大黄蜂的少年变形金刚转轮，在 SS86 线以核心级的产品出现，非常圆梦。因为最初的这个转轮它是长这样的，这他妈还不如鲨鱼精啊！说到宇宙第三方势力，记着人逃亡的另一支队伍则来到了欢乐的垃圾星，这里驻扎着编号09的营救车、编号14号的垃圾场、编号24号的废料堆，这3个玩具基本上是铜模，他们浑身散发着令人着迷的废土朋克大气息，别被他们恶徒般的形象所迷惑。垃圾星人，人善。所有的兄弟都可以变成摩托车，你累了就骑我，我累了再骑你，大家都是好兄弟。片中这里呢，也是第一次展示了热破具有领袖气质的地方，就一句简单的宇宙问候语就解决了争端。Weep Grana, Weep Ninibang， 翻译过来就是大哥大嫂过年好。他们的领袖营救车最早的G1玩具是这样的，虽然看上去非常抽象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它的手感非常的舒服，设计我也很喜欢。OK， 那么下一个出场的是变形金刚历史长河中最悲惨的背锅侠，编号11的感知器啊，他不是庸医，他不配，因为他连医生都不是啊，因为他在汽车里能救人的他都嘎了，他纯属是被导演拉来背锅的。但是他腿上的这个关节设计，我恐怕这是致命的。12号红蜘蛛让我又惊喜又失望。惊喜的是他在剧中篡权上位这个画面被完整的塑造了出来，失望的是他直接沿用了之前3部曲的模具，就完全没有像52那样对动画的还原进行改造。你看他身上这麻麻赖赖的架结构就让我陷入了沉思。嗨，这么重要的角色都不改模嘛，后面可是要换色成惊天雷和闹翻天的哟。哦，对了，红蜘蛛是86大电影中唯一真正死亡没有再生的霸天虎，他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13号飞过山出自 BB 风鸣线，这款不是以前3部曲的，因为风鸣线那个我根本买不起，一个比核心级大不了多少的人物，他炒到600多，就觉得买了有点违背祖宗的感觉。当年的电影里，飞过山可是活到了最后的哟。15号淤泥，5龙中最蠢的那一个，我儿时的第一个G1变形金刚长这样，我现在也不理解我爸当年为什么会为我挑中这个。那么
86电影中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被大力神砸出了另一种画风。86线的这款玩具我觉得比较一般，现在只能在背后做一块背景板。16号阿尔西同样是之前3部曲的同模换色，臃肿的背包非常影响把玩。不过呢，我从小对这个角色也没有什么兴趣。小时候谁愿意和女的玩呀？当年就连G1玩具也没有出这个唯一的女性人物，足见当年的拳师们还年幼啊。17号铁皮好啊，我喜欢铁皮，方舟18子啊，最有老战士气魄的角色。在大电影中，他还没有一场真正的战斗就领盒饭了，直到落幕的一刻，铁皮都表现得像个汉子，我是真心疼这个人物。当时就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官方要这么早狠狠的就和他解约呢？后来才明白是他的出身啊，这就是最早的铁皮G1玩具，来自戴亚克隆的粗暴嫁接。没错啊，最早的铁皮只是一个机甲载具，童年无数喜欢铁皮的迷友买到之后都会怒喷万恶的资本主义，他肯定卖不好啊。好在今天的86线铁皮，无论人形还是变形，都在这个系列中属于中上的水平。那么官方在 BB 风鸣线还推出了它和警车阵亡的套装，用来纪念老兵永垂不朽。这个阵亡的警车也占了第20个编号，两个人的表情、形态、战损部位和特效键都有着精准的刻画。OK， 第18号传闻是探长，后来取消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已经有了世代精选啊，非常接近G1造型的这个探长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19号嚎叫啊，他能出现在这个里，感觉是需要那么挺大的勇气和脸皮啊。就打架的时候没有他，救人的时候也没有他，出勤的时候更没有他，逃命的时候他他妈出现了，可以说在电影中毫无作为，纯靠摸鱼混了个编号啊！没办法，为了凑舞龙也是拼了。那么这是他早期G1玩具的样子啊，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，龙形也非常好看。但是 SS86这只嚎叫在变成龙形的时候，屁股实在做的太过于潦草。OK， 第21号是重量级人物 SS86 通天晓刚出来的时候备受关注，移动也是去年我最喜欢的变形金刚新品之一。二哥在大电影中啊表现的其实非常平庸，甚至没有任何感人的刻画，纯粹是给新领袖铺路的。但作为一个正直沉稳的战士，在之后的 TV 动画中广积人气，甚至不输给补电视。他最早的G1玩具可玩性并不高。SS86 的新品我们曾经做过视频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编号第22号大汉我非常的喜欢。大汉呢虽然是一个迷你金刚，但可能是这群人里面最好斗的那个，凶狠且搞笑啊，人缘一直不错。大电影中成为了变形金刚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战死的人物，原因应该也是这个最早的G1玩具，他做成这样，他确实不好卖呀。结束了自己维护正义、惹是生非的一生，官方还在第27号为他安排了阵亡的版本。作为第一个战死的变形金刚，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收藏价值。23号救护车与铁皮同模，同样也在大电影中和铁皮大汉一同战死。阵亡救护车用了28的编号，和大汉两个人躺在了一起。要是他不死，大哥估计也很难杀青。25号录音机和弹射来自之前3部曲的同模换色，这是后经典线非常好的模具啊，我非常推荐。手指的造型给的非常传神，有弹动机关，变形也流畅工整。现在的朋友应该很少有人见过真正的录音机了吧？在大电影中，录音机和他的小伙伴们战斗力还是挺强的。来看看弹射和同为核心机的轰隆隆的对比，最早的录音机G1玩具啊，非常的巨大，根本无法和声波配对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期待 SS86 的声波会是什么样子吧。录音机之后登场的是26号，大家非常期待的机器恐龙飞镖。飞镖在电影中没有亮眼的表现，G1的玩具也是舞龙中最小的，但却是现在最贵最难收的。那么 SS86 的飞镖身材算是舞龙里非常不错的，变形比较简单。它出现的意义在于，官方G1动画版本的5只恐龙终于共鸣了。出场的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大黄蜂啊，第29号人物。这个市面上已经有太多的大黄蜂产品了，相比之下，这款设计呢还挺灵性，车型和大哥放在一起，人形和核心机 Spike 放在一起，反正就是和别人放在一起是一个陪伴型的人物。在大电影中，他依然苟了下来。最早的G1大黄蜂呢长这样，就给他变形，我最多只用0.5秒。最后一位登场的是 SS86线第一位3变战士，第30号弹簧。我对弹簧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因为小时候邻居家的G1玩具就是弹簧，我经常拿来把玩，邻居小孩敢怒而不敢言。当年的头条就做得非常棒了。SS86 的弹簧属于之前3部曲的改模，算改的比较成功吧。但变形对于一个 LG 来说呢，就显得比较简单。它的出现标志着动画第3季小强集团军的集结，而在动画中，我们能看出他与阿尔西的暧昧。那么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，最稳定的感情它一定是三角形的。坊间关于这段故事也流传40年了。
那么今天正值七夕情人节，何不在京东超市潮玩节下单一套弹簧与儿媳，让你们的故事再续写个40年呢？美好的生活怎能没有一抹代表自然与和平的绿色？而京东超市潮玩节除了变形金刚，还有各种 IP 各种尖货，总有一款适合你心爱的它。记得打开京东 APP 搜索潮玩节，超多正品稀缺好物都会参与活动哟。至此 SS86 线目前已出的人物已经全部为大家简单的介绍完了，制作真的不易啊，还请各位看到这里的钢丝能多多的3连。那么对于经典的致敬呢，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后面还有更受期待的大力神，飞震天会不会变成手枪，补天士会不会是下一个爆款，这些都留给时间去验证吧。电影中还有更多更精彩的回忆没有和大家分享，也是为了给没有看过的朋友去亲自体验这部经典。40年后的 SS86 线，我也一定会收齐。当收齐的那天，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次聚到这里，细细的品味，直到万众一心。